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婚约与他满心是他》故事解说。威尔酒店的总统套房内，明洛风猛然醒来，神志昏沉，满心警惕。他立刻质问身边的陌生女子是谁，又是谁允许他睡在自己的专属套房床上？赶来的明洛烟瞬间愣住，连忙解释自己并不清楚状况，只以为这名女子是兄长提前安排的人。明洛风依旧满心疑虑，追问是不是明洛烟擅自安排人员住进自己房间。明洛烟急忙辩解，明洛风此前一直在燕国，自己身在华国，根本没有条件替他安排任何人。话音落下，他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诧异询问明洛风是否已经悄悄回国。短暂争执后，明洛烟瞬间严肃起来，质问明洛风是否对秦书念做了出格的事，并且扬言自己马上赶往酒店。挂断通话后，明洛风看着身旁状态不佳的秦书念，语气带着几分烦躁，低声让他停止哭闹。冷静片刻，他主动软下态度，向秦书念致歉，坦言自己前一天本该陪伴他，却临时缺席。明洛烟赶到酒店后，再次向兄长确认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明洛风如实道出经过，前一晚他陪同秦书念喝酒，秦书念醉酒后无法自行安置，他误以为明洛风仍在国外，便动用兄长的副卡，开了这间专属总统套房安顿秦书念，本打算全程照看，却被母亲的紧急电话临时叫走，这才造成了这场意外乌龙。知晓全部情况的明洛烟确认是一场无心意外，却认真劝说明洛风必须负责，顺势迎娶清清白白的秦书念。明洛风当即拒绝，直言这个想法太过荒唐。明洛烟随即介绍秦书念的底细，他年仅23岁，是正规医院的外科医生，品行端正，干净纯粹。他再三强调，明洛风已然占了对方便宜，要么负责成婚，要么重金补偿，满足秦书念的一切要求。即便如此，明洛风依旧态度坚决，绝不答应成婚。一旁的秦书念全程冷静旁观，主动开口化解僵局，表示这只是一场意外，无需任何人负责，就此翻篇即可。明洛烟见状忍不住调侃兄长，直言秦书念根本不屑于他的钱财，让明洛风彻底放下心来。风波平息后，明洛风立刻安排下属彻查秦书念的全部背景资料。下属快速整理完毕并逐一汇报，秦书念是秦家二小姐，任职于秦氏集团中医院，是一名专业外科医生。1年前，秦家老爷子遭遇意外，正是秦书念出手相救，保住了老爷子的性命。除此之外，秦书念曾交往过一位名叫刘平的男友，对方是普通创业者，所有创业资金全部由秦书念承担，是典型的依附女方的软饭男。前段时间刘平出轨背叛，事情败露后，秦书念的兄长秦书玉立刻出手，联合全行业将刘平彻底封杀，赶出京都。秦书念的母亲早年离世，他自幼跟随父亲和兄长生活。秦书玉对这个妹妹极为疼爱宠溺。摸清所有信息后，明洛风当即吩咐下属预定次日晚上的饭局，主动邀约秦书念的兄长秦书玉见面。与此同时，明家老爷子得知了酒店的全部经过，立刻找到明洛风对峙。明洛风明确告知爷爷，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位救命恩人，绝不可能随意迎娶秦书念。老爷子十分气愤，直言明洛风苦寻10年的恩人杳无音信，而秦书念实打实救过自己的性命，恩情真切。他态度强硬地下令，要求明洛风必须在2天内和秦书念领证结婚。明洛风试图以意外为由辩解，却被老爷子厉声驳斥，怒斥他冒犯清白姑娘，一句意外根本无法弥补过错。随后老爷子以家族传承和自身心愿施压，明家3代单传。明洛风年近30，自己年事已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抱上孙辈。为了折中调和，老爷子提出隐婚方案，允许2人先隐婚2年，这2年内明洛风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恩人，若是2年内找到，他便做主让2人离婚。若是无果，明洛风必须彻底放下执念，和秦书念安稳过日子。明洛风询问，倘若秦书念不愿成婚，该如何处理？老爷子冷哼一声，表示这是明洛风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嘲讽堂堂明氏总裁，连一个小姑娘都无法打动，不如直接让位。迫于家族压力，明洛风主动联系秦书念，开门见山提出要和他谈结婚事宜。秦书念满心意外，不解他此前坚决拒婚，如今为何突然转变态度。明洛风随即提出2年协议婚姻的方案，约定婚后互不干涉私生活，期满和平离婚。秦书念并未妥协，冷静反问他凭什么认为自己会答应这场不对等的交易。明洛风随即亮出筹码，刘平出轨诈骗的后续烂摊子，林雅谦在京都的残留问题，都是他暗中出手彻底扫清。2人成婚之后，明氏与秦氏的合作项目会主动让利2个点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告知秦书念，秦父早已查出肝硬化，
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看到女儿成家落户。说完所有条件，他敲定次日早上9点在民政局门口碰面领证。次日清晨，秦书念刚结束夜班，来不及更换衣物，便匆匆赶赴民政局。见到明洛风后，他主动致歉迟到，坦言着装随意，若是对方介意，可以改天办理。明洛风并不在意外在细节，让他仔细核对协议条款，确认2年隐婚到期离婚的约定。秦书念核对无误后，平静应允合作，两人顺利办理结婚登记，成为名义上的协议夫妻。领证结束后，明洛风定下居住规矩，自己住主卧，让秦书念暂住隔壁。秦书念以为一切按照协议执行，不料明洛风立刻改口，称此前的安排只是对外说辞，私下相处必须听从他的安排。秦书念气愤不已，怒斥他不讲信用。恰逢此时，明洛烟归来，看到两人领证的结果，惊喜不已。而明洛风看着近在眼前的秦书念，猛然瞥见他锁骨处一颗独特的红痣，这颗红痣瞬间勾起他尘封10年的记忆。当年车祸废墟中拼尽全力救下自己的小女孩，身上有着一模一样的红痣。这一刻，他终于确定自己苦寻10年的救命恩人就是眼前的秦书念。知晓真相的明洛风心境彻底转变，温柔叮嘱秦书念尽时休息。秦书念仍有隔阂，不愿接受他的示好，直言自己可以自理。明洛风耐心劝说，让他当天向医院请假休息。秦书念果断拒绝，称自己还有重要手术无法缺席。明洛风看着他憔悴的状态，直言他身体状态不佳，不适合高强度工作。秦书念又羞又气，直接催促他离开。明洛风没有过多争执，只告知自己晚间会准时归来。次日上班，盛夏天气炎热，秦书念却反常围着丝巾遮挡脖梗，嗓音沙哑，状态萎靡。面对同事的关心询问，他只能谎称吹空调着凉感冒，以此遮掩身上的痕迹。但丝巾并未完全遮挡，锁骨上方的淡淡红痕还是不经意暴露出来。明洛风一直默默关注他的动态，提前告知他傍晚6点会去医院接他，一同回明家老宅吃饭。秦书念立刻拒绝，称协议中没有配合见家长的条款。明洛风态度强硬，当场补充协议，将配合参与家庭聚会、拜见长辈纳入婚后义务。就在两人沟通之际，医院突发紧急疫情，短时间内收治5例新型变异病毒确诊患者。科室主任紧急召集全体专家会诊。秦书念作为科室骨干，第一时间投入工作，经过专业评估，果断建议医院立刻升级全院防护等级，严防病毒扩散。忙碌工作中，同事察觉秦书念频繁干呕，身体虚弱，将一份加急血检报告交到他手中。检查结果出人意料，秦书念已经怀孕6周，腹中更是极为罕见的4胞胎。同事满心担忧，立刻劝说他立刻离开高危隔离病区，孕妇绝对不能再次停留。另一边，迟迟联系不上秦书念的明洛风焦急万分，立刻安排下属排查他的位置。下属火速上报，从医院系统的加急报告中得知，秦书念隐瞒身孕，在传染病隔离区连续工作3天，身怀4胞胎，却依旧坚守抗疫一线。得知真相的明洛风又怒又心疼，立刻调动私人直升机，全面封锁医院隔离区，告知下属20分钟内抵达现场。赶到医院后，他第一时间找到秦书念，压抑着怒火与心疼，质问他为何身怀身孕却一字不告，独自承受高危风险。秦书念平静解释，自己也是刚刚拿到化验单，才知晓怀孕的消息。明洛风满心后怕，严肃告知他4胞胎妊娠风险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危及母体性命。身为专业医生的秦书念清楚所有风险，却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医院医生结合检查结果给出专业建议，多胎妊娠风险过大，建议进行减胎手术，保留2个胎儿，保障母体安全。面对医嘱，秦书念态度坚决，明确拒绝减胎，执意要将4个孩子全部平安生下。明洛风见状不再劝阻，全力支持他的决定，坦言自己完全有能力抚养4个孩子。医生随后叮嘱，目前胚胎发育正常，母体指标稳定，但4胞胎极易早产，后续必须全程静养，杜绝一切劳累与剧烈运动。听闻医嘱，明洛风直接敲定下个月中旬举办婚礼。秦书念当即反对，认为两人只是协议婚姻，无需大办婚礼。明洛风态度强势，彻底撕碎冰冷的协议规则，直言他怀着自己的孩子，早已不是单纯的协议关系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脱离自己身边。秦书念不愿被束缚，想要返回自己的公寓或秦家居住，却被明洛风直接拒绝。他早已在枫腰别院配齐24小时私人医生与顶级营养师，全方位保障他的孕期安全，要求他必须在此静养保胎。见秦书念满心不适，不愿久居此处，明洛风搬出协议条款，明确婚内同居是法定义务，
同时告知他次日会将他的所有行李搬入自己主卧。随后，他带秦书念参观全新的专属衣帽间，所有衣物皆是提前为他定制准备。秦书念满心疑惑，不解他为何突然对自己百般宠溺。明洛风温柔回应，只因她是自己的妻子，是孩子的母亲，值得全心呵护。随后，明洛风拿出母亲清晨送来的贵重饰品，告知他当日恰逢爷爷75岁寿宴，需要以明家儿媳、明氏主母的身份正式公开亮相。这份礼物是长辈对他的认可。寿宴现场，盛装出席的秦书念光彩照人，明洛烟忍不住连连夸赞，调侃自家兄长的目光全程粘在他身上。明洛风全程贴身陪护，细心叮嘱他，保镖墨月随时在外待命，身体劳累便可直接上楼休息，切勿硬撑。两人和睦温馨的模样，引来不少宾客极度非议。众人私下嘲讽秦书念出身普通，只是靠着手段攀上明洛风，根本比不上名门闺秀东方瑞雪。东方瑞雪听闻流言，主动上前挑衅，当众嘲讽秦书念出身低微，配不上常年与名门闺秀同行的明洛风，还恶意揣测她是被前男友刘平劈腿抛弃后，刻意攀附明洛风报复前任。明洛烟立刻挺身而出维护秦书念，直言他与明洛风是合法夫妻。反观东方瑞雪常年纠缠明洛风，痴心妄想上位，被戳中心事的东方瑞雪恼羞成怒，意欲动手争执。明洛风瞬间冷下脸色，厉声制止，第一时间关心秦书念是否受伤，身体不适。确认秦书念安然无恙后，明洛风当即下令全面终止明氏与东方集团的所有合作，通知东方瑞泽亲自前来领回妹妹，为他的任性放肆付出代价。寿宴高潮，老爷子当众官宣秦书念是明家孙媳妇，明氏主母，当众为他撑腰，承诺若是明洛风敢欺负他，自己永远为他做主。在满场宾客的见证下，明洛风坦诚心意，坦言两人的婚姻始于意外与协议，但自己早已动了真心。他当众深情求婚，抛开所有交易束缚，表明自己真心爱慕秦书念，想要一辈子守护她和4个孩子。秦书念被他的真诚打动，点头应允。寿宴过后，秦书念独自前往明氏集团探望明洛风，却被大堂保安以衣着普通为由拦下，嘲讽她是碰瓷蹭热度的女人，执意要将她赶出大堂。秦书念不愿纠缠，打算自行离开。此时明洛风及时现身，见手下人怠慢羞辱自己的妻子，瞬间怒火中烧，他当场下令将涉事保安开除并全行业封杀。另外2名动手阻拦的工作人员即刻结算工资，永久驱逐出京都。犯错的保安跪地求饶，声称不知情，恳请从轻处理。秦书念看着趋炎附势的众人，只觉满心不适。事后明洛风温柔解释，自己前来是因为担心他午饭未吃，特意准备便当，未曾想到引发闹剧。秦书念轻声表示自己以后会少来公司，避免给他招惹闲话。明洛风立刻安抚，明确她是明氏名正言顺的女主人，前来探望丈夫理所应当，无需顾虑任何人的眼光。随后2人一同返回秦家探望长辈，秦父态度温和，让明洛风无需拘谨。看着日渐消瘦的女儿，秦父满心疼惜。兄长秦书玉态度严肃，郑重警告明洛风，妹妹身怀4胞胎，身体脆弱，若是让她受半点委屈，传出任何负面绯闻，自己将倾尽秦氏力量，绝不姑息。明洛风郑重许诺，自己的性命皆是秦书念所救，此生定护她周全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交谈间，东方瑞则提及穆家老夫人，告知秦书念外婆已知晓她怀孕的消息，期盼她归家探望。秦书念淡然表态，母亲早已脱离穆家，自己本不愿牵扯纠葛，但顾及外婆年迈，会亲自带明洛风登门探望。这番对话让明洛风得知秦书念的隐藏身世，她的母亲是顶级豪门穆家唯一嫡女。明洛风恍然大悟，感慨自己不仅娶了一位医术精湛的神医，更是身家万亿的豪门小公主。但他随即温柔安抚，无论身世如何，自己爱的始终是他本人，这辈子他只能是自己的妻子。不久后，明洛烟带来消息，明洛风的前女友穆晴回国。他向秦书念细说过往恩怨。3年前，穆晴拿着半块车祸现场的玉佩，谎称自己是救下明洛风的恩人，靠着虚假身份纠缠了明洛风整整3年。秦书念心态淡然，表示这是明洛风的过往，与自己无关。话音刚落，穆晴便上前拦住明洛风，深情告白，声称自己对他心意真挚，此次回国只为和他重新开始。明洛风态度冷淡，直接戳破他的谎言，坦言自己早已查清真相，玉佩是穆晴偷盗所得，救命恩情纯属杜撰，碍于2家情面才未曾深究，让他就此退场。穆晴依旧不死心，执着追问他是否真心迎娶秦书念。明洛风无心纠缠，立刻追赶转身离去的秦书念，
想要解释清楚误会。秦书念满心自嘲，觉得自己只是协议妻子，在他与白月光重逢的场面中格外多余。明洛风追上他后，直接质问他是否在吃醋。秦书念立刻否认，冷静提醒两人只是2年期协议婚姻，到期便会离婚，自己毫无吃醋的立场。这番话彻底惹怒明洛风，他不让他逃避眼神，追问他是否还执着于离婚交易的说法。随后明洛风坦诚所有真相，彻底打消秦书念的顾虑。莫晴只是母亲朋友的女儿，玉佩造假，恩人身份造假，自己3年前便已知晓真相，早已和他彻底划清界限。10年前在城南修车厂的车祸废墟中，拼尽全力将他救出的小女孩，自始至终都是秦书念，他绝不会认错自己的救命恩人。情绪起伏叠加，连日劳累，秦书念突发胃痛，强撑着告知明洛风只是空腹不适，休息片刻即可好转。明洛风满心心疼，不再让他逞强，直接将他抱回房间休息，叮嘱他不是即刻就医。没过多久，秦书念突发腹痛，身体状态急剧下滑。明洛风瞬间慌乱，立刻让人备车紧急送往圣德医院。医生检查后告知，4胞胎早期妊娠极不稳定，秦书念已经出现轻微宫缩，情况十分危险。医生再三叮嘱他必须绝对静卧保胎，杜绝一切劳累与情绪波动，否则极易早产流产，甚至危及母体生命。明洛风当即安排顶级特护病房，24小时专人监护。安顿完毕后，秦书念依旧牵挂医院的科研项目，不愿彻底放弃事业。明洛风满心惶恐，再三恳求他优先保重身体，孩子和他的安全胜过一切。秦书念最终妥协，同意居家保胎，但不愿彻底沦为依附他人的全职太太，坚持要备考明年3月的医学博士，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。明洛风无奈又宠溺，最终应允，重金聘请全京都顶尖医学教授上门1对1辅导，同时严格规定每日复习时长不超过4小时，杜绝劳累伤身。后续，秦书念陪同明洛风前往穆家探望外婆。穆家老夫人见到秦书念满心欣慰，感慨他与母亲容貌极为相似，心疼他多年独自打拼的不易。明洛风当面郑重承诺会用一生守护秦书念，老夫人彻底放心，将女儿当年的传世玉佩交由明洛风保管。探望结束后，明洛风邀约秦书念一同出席明氏集团周年庆晚宴。秦书念心生顾虑，担心两人始于协议的婚姻突然公开，会引来外界非议。明洛风打消他所有顾虑，明确他是名正言顺的明家少夫人，理应站在自己身边，同时贴心布置专属休息室，保证他全程舒适，绝不劳累。秦书念最终应允出席周年庆晚宴，名流云集。一位吕姓女士主动邀约明洛风共舞，被他以妻子怀孕、贴身陪护为由拒绝。吕女士心生不满，当众嘲讽秦书念出身普通，只会拿手术刀行医，不懂高端社交，刻意打扮攀附权贵，哗众取宠。秦书念从容回怼，直言医者救死扶伤的职业，远比靠应酬攀附人脉体面，奉劝对方深耕自身事业，而非议论他人是非。吕女士被对得哑口无言，颜面尽失，表态明家少夫人不容外人随意诋毁，若是吕女士再敢出言不逊，直接取消吕氏所有合作项目。现场氛围沉闷，秦书念自觉闷热，打算独自去甜品台取果汁透气，只让保镖墨月随行。他刚离开，许小姐便上前拦路挑衅，极度嘲讽明洛风只是贪图他腹中孩子，等孩子出生后，明家主母的位置终将易主。两人争执间，许小姐率先发难，秦书念下意识抵挡，不慎将饮品泼在对方身上。许小姐暴怒，怒斥秦书念故意伤人。明洛风及时赶到，第一时间维护妻子，直言只是手滑意外，不许对方肆意刁难。随后他当即下令全面终止与吕氏的所有合作，彻底封杀吕氏集团，为秦书念讨回公道。风波过后，秦书念略显自卑，轻声询问自己是否给明洛风丢脸，坦言自己常年深耕学术与医疗领域，难以融入复杂的商界圈层。明洛风温柔安抚，郑重告知他是自己此生唯一的妻子，救命恩人，是自己最大的底气，无需为任何人改变自己，更无需迎合世俗圈层。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，明洛风拿出柏林医学博物馆珍藏藏品与定制听诊器，真诚告诉他，他不仅是光鲜的明太太，更是京都最优秀的外科医生。他的医学理想与求学追求，自己会永远支持，全程陪伴。次日，圈内爆出重磅消息，吕氏集团因涉税违规、资金链断裂被立案调查，长期抹黑秦书念的水军账号也被永久封禁。明洛烟忍不住赞叹兄长处事果断霸气。吕夫人带着女儿吕娇赶往明家老宅哭闹求情，颠倒黑白，声称明家当初主动相亲认可吕娇，
如今却为了秦书念无情打压吕氏，不顾多年交情。明家管家全程冷静应对，备好燕窝等待少夫人醒来食用。面对吕夫人大清早上门哭闹咒人的失礼行为，明洛风母亲白兰态度冰冷。吕夫人依旧不知悔改，诋毁秦书念来历不明，靠怀孕上位，质疑明家处事不公，有损口碑。白兰当场震怒，揭穿真相。吕娇昨日蓄意挑衅，意图伤害秦家母子。明洛风终止合作，以示手下留情。白兰当众敲定立场，明确秦书念是自己唯一认可的明家儿媳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诋毁。随后下令将吕家母女强行赶出老宅，立下规矩：明家大门猫狗可进，唯独吕家母女永世不得踏入。任凭两人哭闹纠缠，白兰始终不为所动。事后，白兰叮嘱明洛风好好安抚受委屈的秦书念。明洛风温柔告知秦书念，所有麻烦已彻底解决，今后京都无人再敢对他不敬。秦书念满心温暖，向他道谢。明洛风坦言，身为丈夫，护她周全是理所应当的本分。大婚前夕，秦书念回到秦家待嫁，秦父看着即将出嫁的女儿，满心不舍，眼眶泛红，感慨女儿出嫁后家中只剩父子二人，格外冷清，遗憾妻子没能亲眼见证女儿出嫁的模样。秦书念温柔宽慰父亲，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见证自己的幸福。秦父拿出珍藏的明家凤冠匣佩，这是明家历代主母大婚的专属配饰，同时将外婆玉佩的另一半精心镶嵌在凤冠正中，寓意圆满相守。他郑重托付，放心将女儿交给明洛风照料。夜深人静，秦书念独自思念母亲，恍惚间仿佛听到母亲温柔叮嘱，让她安心出嫁，安稳幸福，自己会永远默默守护。大婚当天清晨，天色未亮，明洛烟便叫醒秦书念，告知接亲车队已抵达门口，化妆室早已就位。接亲现场热闹非凡，东方瑞泽等人设置关卡，要求明洛风现场唱情歌，才允许进门迎娶新娘。明洛风无奈配合，默默记下玩笑账，打算婚后逐一清算。顺利完成接亲流程后，婚礼仪式正式开启。面对司仪的提问，明洛风郑重许诺，无论贫富疾病，顺境逆境，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秦书念，不离不弃。秦书念也真心回应，愿意与他相守一生。整场婚礼遵循中式99尊贵礼制，寓意长长久久，圆满一生。仪式结束后，秦书念感慨婚礼流程繁琐劳累，远超高强度手术。明洛风温柔轻笑，安抚他好好休息。从此，他便是自己名正言顺的终身妻子。随后，明洛风拿出3份协议，彻底改写两人的关系。第一份旧协议当场作废，第二份新婚协议将所有资产划归秦书念个人名下，第三份是他全部身家明细，包含豪宅、股份、私人海岛与直升机，尽数赠与秦书念作为新婚礼物。秦书念坚决推辞，不愿凭空收下他半生打拼的所有财富。明洛风温柔劝说，自己的性命皆是他所救，自身所有一切本就该属于他。为了夫妻对等，坦诚相待，秦书念当即决定，次日让兄长将自己名下秦氏中医院的全部股份转让到明洛风名下，夫妻之间理应财产共享，彼此奔赴。婚礼过后，两人一同前往穆家拜见外婆。老夫人看着幸福安稳的外孙女，满心欣慰，心疼她过往的坎坷，也彻底认可了稳重靠谱的明洛风，终于放下心中牵挂，笃定外孙女往后余生皆能安稳幸福。